what up？大家好，又到了一个礼拜一次的 NBL 场边战报 Court 赛，又是我 Vince 还有 Jordan 为大家分享过去一个礼拜在 NBL 所有的过去一周的比赛，还有一些精彩的消息分享给大家了。我们首先要发放一个资讯给大家了，就是因为联盟在上个礼拜已经确定了新加坡是没有参与这次的 NBL 了。So Jordan 你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吗？关于这个消息？就是大家知道的一样咯，就是一支球队他把这个参赛的权利让给另外一支球队，但是另外一支球队没有办法组成一支球队来参赛，所以就不要参赛，就是这样咯。OK， 这样这个就当作是一个过去了翻页了。但是我们必须要给大家知道了，就算申光化是没有参与的，但是在赛程上面是那个比赛场数上是维持的，因为联盟是把之前没有维持啊，多了一场多了一场了，就是把那个3循环改成了4循环了所以每一站的战术是保持的。其实也你可以讲多了一站，因为本来那个 All Star Weekend 的，就是圣诞节前的那一个 Weekend， 其实本来是没有比赛的嘛。OK， 现在是多了几场比赛，然后把那个 All Star 的活动掺在这几场比赛的中间那边。OK， 明白。大家要得到最新那个赛程的话，就继续关注 NBL 的官方网站，IG、Facebook 会得到最新的赛程。OK， 接下来是我们看到是联盟上面有发售了这个球员卡 ，Jordan 你有入手吗？我肯定入手，只是我家人啊，就是我孩子他们还有亲戚几个，我看已经买了超过200块有吧？因为他们好像当成是好像 Pokemon 卡这样来玩呢。卡是一包是20令吉啦。有多少张呢？里面有5张，就是好像一个我们讲的什么盲盒啊，开盲盒的概念，就是盲盒的概念的，就是你不知道里面到底有谁，哪一个球员在里面。有趣的就是它也是后面也是有说，像美算是大马的头号球星这样1号啊这些，它其实你能抽到它的那个概率是很低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抽到的话，你就是真的很幸运哦。OK， 这个卡应该也会在接下来的PD 啊、Crown 啊、USSI 的现场都能够买到，对吗？官方的那个宣传是讲在每一站都会在摆摊，就是在现场会卖啦。OK， 好，有兴趣的话，大家记得到场边去入手了。好，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了。关于这周的比赛，第一天的比赛日就第一场就非常的精彩了，就是柔佛南虎打这个金群力金鹿。关于这场比赛，第一个加时赛啊，对，第一个加时赛，这场的亮点是，你觉得是哪一部分呢？我觉得就可以看到，像金鹿，他其实也是继续单阳将在作战，但是他还是可以跟Johor 南虎打到去加时。其实这个已经是证明他们实力上还是国内的稍微占优势了。但其实现在看起来啦，我觉得南虎现在虽然说他在这一战他是2连胜，所以是累积4连胜。其实现在也看到一点点，可能他的问题已经有慢慢显现出来。因为第一战的时候行云流水，打得很流畅。但是来到这个第2战的时候，可能一方面是大家对方都知道你的这个套路是怎样打，那球队你的对手基本上也会做一些调整，去针对性的防守你的洋将啊，你的本土球员啊，所以变成我们可以看到南虎在这一站的赛事，他的攻势、他的进攻已经没有这么流畅。那还有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之后我采访建安教练的时候，他也是有分享到一点的，就是他就是说，他们的那个洋将 Chidam 不懂是想证明他自己很全能还是怎样，就是他持球的次数增加了，然后他想单打，就是有那种想做更多东西的那种，想靠自己解决比赛了。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对他们的体系、他们的球队来讲，也不是一个好事来的。明白。那关于金鹿在这场比赛的表现呢？美是必须守到
南湖的洋将嘛，你就觉得他在防守上，我个人就先说了，我觉得他是在防守上面的。这一季了，他用了很大的力量，很大的努力，我感觉他防守是进步很多的。你又怎么看呢？关于那个，其实这个我们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了，因为是他在打 ABL 的时候，连杨教练就是连 Perman 教练，他都是用他去守对方的小洋将的，所以这已经证明了，其实他的防守能力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为什么要带出这点呢？是因为过去大部分的球迷都比较看到美美的进攻啊，个人三分啊，那个很夸张的脚步啊，个人的单打啊。所以我提出点是希望球迷，因为他最近的得分是比较对比1号来说，他最近得分可能比较低潮一点。但是我必须要提醒各位了，就是如果看球的话，看看美美的防守啊，大家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虽然讲他在这一战，他的平均得分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10.9左右，然后他的三分命中率可能应该还不到30%，因为他很多时候他要去守对方的洋将，那无形中他其实消耗了很多那个体力在防守端。在进攻端的时候，很自然的，你就是那个效率会下跌。没错，所以这个礼拜就看看回到去波德森的他们的主场，他们会不会强势反弹呢？他已经反弹2连胜了，接下来就是继续延续那个胜利的势头了。好 ，OK， 然后在第一天的第2场比赛也非常有看头，就是这个战斗机对到这个槟城正阳少年的，就中场。你在你的报道现场报道是槟城那边是有几个球员是临时加入的，那个状况又是怎么样呢？交给你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他其实呢，我赛后跟Jason 去做访问的时候，他就提到了，其实他们是7点左右才 land 到达就是出了，然后来到这个马巴这边已经是9点20分左右。因为之前那一场打加时嘛，所以有变成他们那场的开赛时间有一点点往后压后这样，所以当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奇怪为什么他们3个来了哦，就是他们其实4个都有来，像彭永康、那个邱光阳，还有Jason， 还有另外一个陈业雄，他其实4个 NBC 的球员都已经来了，但是陈业雄他就是没有打的，那其他3个都有出场。当然最那个焦点就是 Jason 哦，因为他基本上是一个人完全扭转了那个比赛的走势，尤其是在第3节，他一个人拿了11分，3粒3分球啊，如果没有2粒3分球，一个 N1 一个上篮，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所以是大概一个人拿了11分，从本来落后2分，就变成反超，在第3节之后反超，然后第4节的时候，他也拿了7分，因为他全场拿18分嘛，他只打了下半场就拿了18分，然后就帮助这个盛阳少年逆转。而且他说他们在中国的时候 ，NBC 在中国打这个交流赛的时候，是10天打了9场比赛。基本上他们去到的第1天没有怎么打，就是基本上你是每天都打1场比赛，然后飞回来，再赶回来马巴，还可以有这样的表现，其实我觉得也是蛮疯狂的。是，所以大家继续记着这个我们的前青年赛的得分王李勋文，继续期待他在接下来的表现。然后就我们必须也要谈论一下他的对手了，就是战斗机，他在这一战3连败哦。这个是比较让人surprise 的一个地方，因为在第一站槟城站那一站打完之后，我觉得我那时候我就写一个评论，我就说他可能是最不容忽视的一个球队，因为他们在槟城站是单洋将，因为他们的那个小的 Anton Gill 第一场打了不到5分钟就受伤了，所以他们其实是2场比赛都是单洋将在打。但是单洋将在打，他们可以拿到1胜1负，输给南湖那一场内容也是打到最后才被拉开的，所以我觉得那时候会觉得，其实他们单洋将可以打得这么好，因为
一个那个 Anthony Mo 再配他们的勇敢还有Nicholas， 其实打得很顺，是有竞争力，而且他们的三分球太准，他们的三分球的命中率比南虎还要高，就是第一战过后，他们的三分球命中率是联盟最高的，大概44.5%。其实，在 KL 的这3场比赛，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外围火力其实是很猛的。Nicholas 勇敢陈武嘉阳Joshua 这些，其实都很猛的，他们三分火力。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一战在开赛之前，我们也是发现，多了一个小洋将。这个小洋将Brashon Griffin， 他是2022年印尼联赛的决赛 MVP， 所以实力是有的。只是现在一个问题，我个人觉得啦，就是怎样让他去融合整个球队的配，因为我自己这样看下去，我觉得他是一个需要持球的一个球员，需要球在手，他才可以去打比赛打的球员，那就变成很多时候就他一个人在拿球打，然后其他球员站在那边看。我个人看到已经有很多次，就是他的队友已经准备接应，要准备接应出手，他就是不传球。就个人一直想切进去。OK， 那我们就剩下最后一支球队要谈论的就是这个 Rising Star 了。So 关于 Rising Star， 就刚刚就应该是经过你的报道说他们已经决定要更换了这个洋将吗？对，他们会新的洋将星期四早上，如果没有延误的话，星期四早上会飞到。OK， 所以这个就期待新的洋将的开箱，应该是取代，对，是取代 Toy OK， 不是博三哥了。博三哥不会，博三哥因为一直是他就是在 Rising Star 三人球队里面的球员了嘛。OK， 报告先说回来，他们在这一战他们取得了第一场胜利，所以也要恭喜他们。要谈他们的表现，就必须要谈到李家军了，应该是对吗？关于他的表现，你有什么看法呢？像如果你说昨天的比赛的话，他就是打得很强势，一开始他就打出那个侵略性了。因为我赛后访问他的时候，他也是说他觉得他需要站出来了，因为球队需要他的得分，所以他也真的站出来。上半场20分就帮助球队建立这个15分的领先优势那当然这一方面我觉得啦，我自己觉得可能是我这样看下去的时候，我是觉得Penang Sunrise 他们可能心态有一点放松的，可能因为如果你看回那个直播的话，其实一开场的时候就已经是2-3个很无厘头的失误了，开底线球开给人家，然后正阳抢到上篮的那种，对，这种就是好像心态太漫不经心、太放松的表现，我个人觉得啦，所以这也是，然后你比分一被拉开之后，他们基本上才开始醒觉，然后才打出那一波30几比几的那个攻势，反超7分，但你反超之后，到最后你也是没有办法，因为有时候你花太多力气去追分。然后到最后，其实你的气力基本上已经放尽了。我们可以看到，我个人看到我也是很感动一点，就是连阿元，对，郭天元老将了，31、2岁了，他还可以跑快攻，对，抢篮板3快攻 lay up 之后，整个人冲出去场外，冲到去那个医护人员的那个地方，已经是到这个地步了，然后到最后他那一粒也是他抢到这个进攻篮板，然后把他传给队友Cameron， 但是 Cameron 切进来的时候手滑就失误没有了，他自己也是很激动的那个，因为本来他看着可以有机会反败为胜，但是到最后就是让胜利溜走。不过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就是你每一场比赛其实你都是要很专注、很 focus， 你要做好准备作战的准备。那讲回 UCSI 这一场，我们就看到他展现出来的就是，对我很想要这个胜利，
他们的求生欲望比对手强，只能这样说。然后你说家军，我们都知道他有这个能力，他打 D League 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有这个能力，一场比赛砍10几20分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看法就是，有时候家军他打球很容易情绪化，他会被 bad calls、non calls 这种场外的，就是他不能掌控的事情去影响到他自己。有对一些判罚还是怎样的场上的情况不如他，没有他的那种他想要的那个方向情况去发展的时候，他会好像很被 check 啊，就是换下来的时候就很生气的那种。我是觉得，如果他可以更冷静的话，不要被这些自己不能控制的东西影响到的话，我觉得他可以更好。就对比很情况的就是一豪了。一豪很多时候也是会他是去惹怒对方嘛，这个就是他厉害的地方啊。你应该是去惹怒对方的情绪起来，你要控制自己，你才能够往更高的level 去迈进了。所以家军加油啊，看好你的。OK，so 每一队的近况我们都评论完了，so 接下来就应该是我们必须要下一站的资讯就是在 PD 嘛 ，PD 的球场是在这个 PD 的车站旁边，是对，那个就是那个球场。OK，so 那个售票呢也是价钱一样，官方刚刚早1-2个小时之前已经有发出那个 information， 也是一样，25令吉，然后10令吉是 for 那些学生。OK。然后13岁以下是免费的。OK，so 然后机票3天的机票也是60块。OK，所以大家尽量要舒服的看球，尽快买票了哈，机票60块。OK，so 这个星期的 court 赛就到这里了。So 谢谢大家，下个礼拜再见。OK， 拜拜。这一集感谢我们的干爹 Smart Panel。本系列节目中你所看到的这个电视是 Smart Panel 独家提供。他们提供一站式数码化方案，还帮你解决 advertising signage、video conference、projection mapping solutions 等等的问题。看清楚啊，它不叫 touchscreen 电视，业界叫做 IWB。公司开会、组织开会、房地产开会，还在用传统 projector 咩？好心你啦，你的下属也不用每天眯着眼睛看那个白乎乎的 projector 啦。不能专心，不能带 sales， 没有效率 ，projector 要来干嘛？现在1天10块钱，你就可以拥有一台 IWB。企业和公司老板要就赶快联系以下号码，或是浏览 www.smartpanel.com.my。Hello， 大家好，又来到了这个场边战报的第2部分。这一次是我们邀请到一位美女摄影师上来，因为之前我有看到一些网民都会留言在问一个经常看到在场边会有一个戴着口罩的女摄影师在场边跑来跑去，很忙的在拍照，很尽职啦。我们讲在拍一些照片影片的。那我们今天就请到了这位美女摄影师上来，她就是我们的 Joey。Hello， 大家好，我是 Joey。 Joey，自我介绍一下你的名字、年龄，还有你的正职。是Joey，我今年20岁，然后目前的话是 focus on 拍篮球啦，还是 focus 这个，然后也是有接一些其他可能产品拍摄，还有一些人像的拍摄。那你是什么情况下进入这个篮球这个摄影师的这个工作呢？就是一开始的话，其实我就是对篮球是有兴趣，然后也对拍摄有兴趣。就以前在我的家乡，在麻坡的时候，就喜欢去看比赛然后去拍这样子。然后第一次开始正式接触的话，是在去年的希望杯，是在我的学校举办。然后我就也是这样子去看球，然后就拍这样子哦。然后主办方就看到我的拍的东西，他们就来找我，问我有没有兴趣帮他们拍，这样子就开始慢慢接触到。所以一开始也是你看球，你喜欢篮球，对，就是这样拍摄是你自己的兴趣，对。然后现在变成差不多你的正职了，对，就是把兴趣转化为我的一个工作，这样子。很好，这样。我每次看到你来到球场，都是拍很多精彩的画面给观众啊。但是其实在这些你拍摄之前，你会有做什么一些准备工作吗？像是如果拍视频的话，我们需要去找好像去找一些音乐啊，
就是你可以先选择，然后你就可能等你在 edit 的时候，你就不用这样慢慢一个一个去选哦，就是去每天一直在那边刷可能别人拍的视频啊，然后看着他的剪辑的那些方法，然后音乐这样子 save 下来先准备哦，然后去看。哦，原来是这样的，我通常都是放了上去之后再慢慢选。对，这样子就会比较浪费时间。啊、然后因为我们每次想要快一点的话，你就要先准备好哦。哦，这样像那些你拍摄的器材啊，会不会说有一个 checklist 说，你可能隔天就是前一天的晚上，你需要把电池啊、记忆卡这些东西 charge 满啊，带在 bag 里面啊，对，所以会不会有这些有一个 checklist 吗？有，肯定要，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没有这样子去做的话，很多时候就是需要球场才发现，这种没有电池，没有电啊 ，memory 卡你还要 format， 可能你还没有把那些数据导出来是什么，就比较麻烦。所以我现在习惯就是，比如说一回到家就把照片先导在电脑或者 hard disk， 然后再 format 掉，然后就充电，那个电池充满。哦 ，OK， 所以你现在如果比如说你现在在拍的是这些video highlight 要放上去那你是通常是拍了一个马上上传，还是拍完之后再处理再 upload？ 以前一开始我用手机的话是比较方便嘛，你就可以直接收藏，你就知道那个是可以用的。然后现在你用相机的话，可能就比较麻烦，所以我每次的话也是就回到家你要重新看完全部影片，然后再挑选来这样子哦。哇，这样不是？对，要花很多时间。难怪你只能讲4-5点睡觉。对。因为几乎就是来看完整个比赛要重新看这样子，所以各位观众，你们在看的那些 highlights 其实是心血来的，要珍惜哦。那你喜欢拍怎样的这个篮球瞬间呢？当然大家都喜欢看 slam dunk 啦。好像其实像最近拍的可能很多灌篮，可是你越剪越多一样都是灌篮的话，可能也是会看闲啊，然后就还是 for 我自己，可能有些瞬间我没有，可能那个球很美，可是我没有拍到很好看。我自己的话，我会剪的是，可能我刚好拍到球员可能他的庆祝的动作啊，那些比较好看的，我会比较喜欢剪这样子的东西。哦 ，OK， 其实要捕捉每一个那个瞬间，其实不容易啊。你有没有特别喜欢拍哪一个球员？就是你知道这个球员一定会给到你很多 content 的。这个我好像没有。有吗？好像没有。因为有一些球员你知道他一定是可以给到你那些表情啊动作。之前是小健跟家俊，他们是两个会比较有很多很像庆祝的动作啊那些。对，他们两个的话是在以前的球赛拍下来，他们两个是会比较有这样庆祝的动作。现在都有啊，其实现在他们有时候进了3分都会这样射箭啊，家俊的动作很多，就会这样啊。对。我想如果他们可以做那个。还有那个我记得之前有在拍 ABL 还是 Asia Basket 有什么 cooking 啊那些是很帅，那些外援的很多动作。那现在你是用什么相机？因为刚才你讲以前是用手机，那现在是用相机，因为相机拍出来的 quality 肯定是好一点。最近的话，我换了新相机，是 Sony 的 A7M3。这个相机对我来讲目前是足够啊，但是肯定相机这种东西就是一直要升级，永远觉得不够。我看你们这种 content creator 的相机那种啊，哇，一个镜头又10几千啦，一个机身又不懂多少钱啦。不过拍出来是肯定是那个画面就是你要那个效果，你就要有点付出哦。可是你就会觉得值得啦。因为你得到的那个quality真的是跟你用手机或者可能其他比较便宜的相机是有那个差别在的。上次因为我记得上一次是 D-League 嘛，应该是 D-League， 你们有拍过那种慢镜头的，那种很 close up 慢镜头的那种，去年 NBL 的时候很轻的那种感觉很不错。对，那就要用相机哦。如果你用手机的话，可能用慢动作还有画质可能就比较输一点。OK。那现在 NBL 办了2站嘛，槟城站你也是有去，所以有没有这2站当中有没有什么
你个人比较喜欢的照片，或者因为这次的话，我主要还是拍影片比较多啊。可能有 follow 我的人就会发现，我这次拍的照片比起之前的球赛会少比较多。因为这次我在 NBL 负责还是拍影片，然后照片的话就是可能比较有空的时候才会拍，然后也是有拍一些我满意的，比如说这次我觉得我拍那个 Sunrise 的1号那个外援 Jordan，我觉得我蛮喜欢拍他的 emotion 啊那些是蛮不错。然后还有就是1号，我很喜欢1号，所以我觉得他很帅。然后我也拍了几张我觉得蛮喜欢的他的照片。然后还有就是记得有一张是美美的，就是他坐在板凳的时候的那个照片，也是我蛮喜欢的。你每次拍了照片，或者是因为刚才你讲剪片的时候，你是到后面完所有之后才去处理嘛？那照片呢？照片如果你是拍了照片的话，你是什么时候去处理这些照片呢？照片的话，如果是讲有空的话，都是会可能在中场休息的时候那个时间会去挑选，来得及的话就当场 edit 啦。有时候是来不及就是选了，然后回家才 edit 这样子。就你 edit 一张照片需要多长时间？一般上？其实我的话算很快，因为就是我已经大概有一个我的那个叫什么，就是我那个 template 还是那个叫 LUT 啊，是吗 ？LUT 的那个。就是我会已经有 save 这一个，可能我就是 copy paste， 然后可能再调整一点点，就比较快哦。其实如果说我平时 edit 照片的话，可能100张我大概用20-30分钟这样子。OK。那你拍了这么多这些 content， 你也 post 了这么多嘛？所以作为一个年轻人啊，你能不能分享一下现在就是年轻人看篮球这些 content 的时候，他们是喜欢看照片？还是喜欢看 video， 是喜欢看横的那种打横的 video， 还是直接看这种打直的 video？ 最近的话，我觉得 Reel 是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很像短视频这样子啊，就是很像 highlight 哦，这我觉得是比较人家会比较喜欢看，因为照片的话可能就只是动作啊那些，你看不到真正那个比赛的情况。如果影片的话，就是比较有那个感觉。因为我们讲拍那个角度也是很重要嘛。对对对。通常你个人比较喜欢是在篮底下拍，还是场边拍，还是在观众席上面拍？一开始我是很喜欢在篮底下拍的，可是一直会被球砸啊，全撞你飞掉啊这样子哦。然后目前我觉得比较好的角度就是角落那边，就是可能他们投3分啊还是什么，就那个角落，就是球场的角，就是这个球场的话就。那个角对角的话，那个角度也是蛮不错，就是你可以拍的比较全啊。如果篮底的话，可能你拍的就是中间的 angle，你旁边的 angle 就可以拍到比较整个完整哦。那以后你是想站在就是什么位置？所谓的什么位置，就是说你是希望你是一个球队的御用摄影师，还是有没有想象马飞飞哥这样拍一些篮球的纪录片啊？哇，如果我有这个能力，肯定是希望可以做到这样的，可是也是需要可能有团队啊来帮忙。那目前的话，如果像我个人，我会比较喜欢做球赛的摄影师，比起球队，因为你球队可能你就只能 focus on 那个球队拍，如果你拍球赛的话，你就每个球队都可以比较拍到。OK。但是如果你是球队的话，你可以跟着球队到处去哦。那又是不一样的体验呢。但是如果讲两个 prefer 的话，我会更喜欢做球赛，因为你可以拍更多。OK。那有没有想过拍其他运动呢？除了篮球之外，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蛮想拍羽球的。因为我自己个人也是蛮喜欢羽球，但是如果讲拍摄羽球的话，那个相机的设备啊，又要提升更多，就以后不一样了吗？不一样，你看羽球的距离可能就跟篮球不一样，然后羽球的速度跟篮球速度又是不一样的，所以羽球的可能设备需要更好所以那个大炮要更大。对，远吗？因为今天访问其实问题都已经问完了的，不过导演有特别给这个最后的快问快答的环节 ，OK， 所以现在就问一下哦。好 ，OK， 篮球高尔夫球？篮球。有没有外号？没有。Canon Sony？ Sony。
手机还是相机？相机，长头发还是短头发？长头发，电影还是连续剧？电影，金鹿还是南湖？南湖，因为我是九号人。长视频还是短视频？短视频 K-pop 还是慢摇，K-pop， ？Hip hop 哦，hip hop，OK。FB 还是 IG？IG， 就 follow IG 这边。OK， 那观众们，如果你们想下一集你们想看哪一位观众来宾上来接受访问的话，你们可以在那个留言区留言告诉我们。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咯，拜拜拜。